Hello，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爱分享股票知识的 Lucy。今天是6月11号的复盘视频，我们来做一个美股的盘前分析。那 Lucy 的风格就是用技术面结合消息面双剑合璧，帮你拆解市场。如果你也喜欢这种硬核的分析，记得点个订阅，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这样呢，我每一次的一个深度解读，你都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绝不踏空。特斯拉的筹码变化已经明牌了，资金的意图呢暴露无遗，连续4天的微型大反弹，看起来那只黑天鹅的阴影呢已经被甩在身后了。交易是什么？就是预判啊，就是提前一步看穿市场的剧本，节奏必须拿捏得死死的。那么接下来行情会怎么走？今天我们就来深度拆解技术面，看看 Lucy 之前的关键分析到底踩准了哪几个命门。今天呢，我们同样会从2个方面去分析一下。第一个方面呢，就是纳指的一个行情解析。那纳指呢，本周会继续攀升这个是 Lucy 的一个观点。那么第2个方面呢，就是去看一下热门股票的一个分析。那今天呢，主要是去分析一下特斯拉、英伟达、PLTR、MSTR， 还有呢咱们粉丝留言的 HIMS。那么其他的一些小市值的Lucy 看到了，那么也请咱们提问的粉丝呢可以去联系助教，因为那些小市值的公司呢，其实不太方便在咱们的一个视频里面去解析。那 Lucy 会在这个内部的美股洞察的直播里面会去给大家讲。那么咱们有体验资格的朋友要去联系助教老师呢，去这个获取链接。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纳指这一张图表呢是纳指的日线走势图。我们可以看到呢，纳指正如 Lucy 的一个这个解读，我们的一个参考的点呢就非常的清晰就是这一根2月份它的一根大阴线。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是一步一步的掌握了它的一个这个走势。那其实呢，我们在这个之前的一个分析里面有讲到说用到了这个神奇九转，而且呢，我们一步一步是保证大家呢在这个行情中不去错过，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呢也能看到一些这个科技巨头呢是轮番的上涨，而且现在呢 MACD 还没有一个这个简单的一个判断标准，就是它还没有金叉。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大家呢还是Lucy 的一个观点不变，就是它越涨高的话，你可以结合自己的一个科技股，那么它如果出现冲高的话，你尽量的降一降仓位。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了昨天呢这一根阳线的话是创出了新高的，新高呢是在近一个阶段而且呢它现在出现了什么？我们很久没有见到的这一撮是什么？黄色的 K 线现在昨天呢已经出现了。那么黄色的 K 线呢，其实就给了我们一个这个警醒，就是说一旦它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我们要去参考什么？参考这样的一根 K 线能否跌破。它不是出了黄线就一定会跌，但是呢它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我们就一定要去跟踪每一天的行情了。如果说它真的下跌了，那我们就可能会在这个过程中把这个仓位减到了最高点。那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去做股票的朋友呢都想看到的。我们来去看一下 Lucy 的盘前播报呢，也给大家去看了大概有半个月的一个时间去跟踪。那我们是从5月20号开始的现在呢大家已经到了6月10号，所以我们看到了就是这个行情播报呢，其实咱们的粉丝朋友呢都有一些这个感触，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通过文字和这个视频的一个描述呢，希望跟大家有一样的一个思路。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给大家解读一下就是我们纳指呢是在这个神奇九转之后呢继续震荡上行这个也是我昨天的一个观点。那么盘中的科技8巨头轮番拉升，这里边呢可能还包含这个博通，那日内这个振幅扩大。但是我昨天提到的一个点是什么？就是从时间角度看似就是本周末6月14号之前它就不会出现大的回落，所以大家呢本周至少到周五是放心的。那么技术分析呢，我也给出了一个进出的标准，就是9号 K 线的一个下边界它19464.84，大家可以去验证一下，它是不能被跌破的。结果怎么样？昨天是出现了一个新高的阳线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如果大盘阴线跌破，对吧？跌破，那我们知道跌破什么？跌破这个黄 K 的最低点嘛，这个就非常好参考了。那这种高位多空争夺区域呢，就有可能出现下跌但是它现在没有嘛，而且还出现了黄 K， 那我们就直接持仓就可以了这个是盘前的一个播报。那么昨天呢，也是捕捉到了这个拉升，那这个就是纳指的一个判断方法。所以呢，昨天已经出现了它的一个这个黄 K。那我们的财生朋友呢，也这个跟 Lucy 有这个私聊，那也说现在这个剧本呢已经这个编排好了只看后续的一个走势。那它会不会创新高这个是我们大家一起去跟踪的。那包括 Lucy 的一个这个内部的一个美股洞察呢，也会跟大家去分析那现在为止，至少我刚刚说了，对吧？周五之前呢就不会出现大的这个回调。那甚至这个咱们之前的一个高点20200这个位置能不能去这个创出新高这个我们也要拭目以待。我希望呢 Lucy 能在后面的一个这个视频里面能陪伴大家一起捕捉到这一波上升的一个这个行情。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万众瞩目的特斯拉。这张图表呢是特斯拉的日线走势图。那我们在这个过程中看到了啊，现在盘前已经出现了。那特斯拉的话，它现在呢是出现了一个连续的跳空缺口的一个反弹，而且呢这一轮反弹是非常强劲的。其实它的反弹呢也是配合了一些消息啊，比如说这一天的一个大阴线呢是这个黑天鹅事件。那随着后面的一个这个周五的一个 K 线呢出现了一个这个资金上的一个修复，那么接下来啊，周末的一些消息啊，包括啊咱们的一个这个马斯克啊，他的一个认错。那么我们看到盘前的消息呢，它现在就出现了一个这个刺激性的一个上涨。但是呢，我们来回顾一下特斯拉它的一个这个下跌的一个全过程啊，它在这个过程中是拉升，然后回调之后再拉升，没有突破之后呢，出现了一个下跌。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会出现一个 M 型啊 ，M 型呢，我把这个线拉到这边，那大家会看到什么呢？看到现在啊，这根 K 线呢是触及到了它的一个这个颈线位啊，颈线位。那之前呢，咱们啊内部的一个这个课程里面，上个星期五，那么如果你体验了 Lucy 的美股洞察直播啊，你就会知道 Lucy 在这一波呢是跟大家讲过啊，我们通过筹码峰呢去看到的它的一个资金的一个流入啊，这边也跟大家回顾一下。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了是有资金流入，而且呢，我跟大家说这个地方的机构它没有动，对吧？所以它在这个地方呢，它的一个这个筹码它拿到的不容易，它不会轻易的失去。所以为什么股价从这个位置去反弹啊？我也给咱们的一个这个订阅频道的朋友呢，每一天文字的一个跟踪。包括我们内部的财生，我也是根据这个行情有给大家讲啊，它的一个逻辑。那么大家都反馈说这个收获啊非常多，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其实啊，我跟大家先说一下，它这个地方的一个这个套牢盘啊，就是在这个350啊到360这个之间啊，它的一个套牢盘呢，这个位置啊，我猜应该是散户。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如果它这个位置没有过去啊，参考这一根大阴线，如果说它没有过去的话，出现回调了，那这个地方啊，就是证明这个位置散户不割肉的话，机构呢它不会让你这么快解套。这样去判断。当然呢，这个地方的一个筹码我没有办法分析是机构还是散户。但如果说机构的话，它会慢慢的怎么样？它如果想在这个地方震荡啊，把成本呢控制在这个300到320之间，那么大家要知道啊，它这个筹码峰是一定会变化的。那如果说你想知道怎么变化的话啊，那你可以去这个视频下方的置顶链接里面去找到 Lucy 的助教啊，去这个跟他去预约课程。那我们来看一下我昨天的一个这个文字的一个播报啊，跟大家再解读一下。那特斯拉的话，它基本面上看，昨天盘中特朗普就是星链一项啊，写的非常清楚了啊，口风上出现了缓和，所以它的一个上升呢，就是注定的事情。那马斯克周末对这个洛杉矶事件发表了评论啊，这个其实是对事件的一个分析啊。那 Lucy 本来就是通过消息面和这个技术面相结合的，所以说趋势方面呢，下降趋势途中啊，昨日以一根大阳线修复了6月5日的这个大阴线的一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技术上看到了啊，它的一个资金的一个这个推动力。那正如我们周五内部直播啊和周一的复盘视频里讲的，你在284到322区间震荡，这个昨天也给到了。那么今天盘前呢，它是有一个突破啊，达到330，叠加筹码峰上沿的一个机构成本线啊，防守区域有资金流入。那其实你听懂了 Lucy 的课，看懂了 Lucy 的视频，你就应该知道啊，它的股价运行方式。那股价目前靠近170日均线下方。微型走势呢，我是说啊，它创新高的一个概率比较低。那它现在呢，就是它的一个这个震荡区域呢，就是成立的。如果说你之前可能因为特斯拉下跌啊，你对自己的仓位做了 TSLQ 的一个这个对冲啊，被套住的话也没有关系啊。它这个 TSLQ 这个位置呢，它出现了黄 K， 那你以6月5号的这个黄 K 呢去做一个高抛低吸，那么这个呢是给到一个技术的文字的一个分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呢就比较简单了啊。它在这个地方呢，就是我认为它的一个关键点在这儿。但是我是不知道啊，这个特斯拉这个马斯克他会出现这种就是直接在这个公开频道道歉啊。所以说各让一步啊，皆大欢喜。那么在这个地方呢，这个特斯拉的一个股价呢，我们就还用技术分析呢去判断啊，就是这个 M 的一个颈线位。所以呢这边呢就给到大家的一个这个特斯拉的一个共振的一个点。接下来我们来去看一下啊，这张图表呢是英伟达。英伟达公司呢，昨天啊也是在这个跌够久之后呢，出现了一个站稳这个支撑线的一个位置，也就是我之前给大家提到的142块6毛1啊这个地方。那么其实呢，我们的一个参考标准啊，就是这一根阴线，包括啊它的一个153的一个高点。当然现在我们看到它其实是小 K 线的一个向上啊，并不强势。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其实大家啊，你只要按照我们的一个标准持有就好了。那如果说你的一个仓位啊，或者说你的一个成本呢是在这个低位的啊，比如说你是100多抄底的，或者是更低的时候，那你在这个地方呢，你不妨去等它啊，等它的这个 K 线出现了一个大阴线，或者说拉升的过程你出现黄 K 也是这个很好的一个判断方法。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看着它涨就可以了，你不要做这个太多的一个这个操作就可以。那英伟达的话啊，我们可以它的一个止盈方式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说真的出现回调的话，那只要不跌破啊，你可以移动止盈，对吧？我们的一个判断方法就是你的一个九转，对吧？九转你可以移动止盈。那它在这个地方，比如说我跌破了这根线啊，我就
出来，或者说我定的我跌破这根线就出来啊，这个就是看你这个仓位而定了，这个没有办法统一。那英伟达的话，它现在呢就是从这个指标来看的话，依然是 MACD 呢没有金叉。而且我们的一个三彩童子呢，现在就差一个红色了，它没有出现的话，大家呢近期就跟踪一下这个英伟达盘中的一个走势。如果说它在这个60分钟它出现了黄 K， 那也是可以去参考的。比如说你像这一段英伟达你像这么大一个 K 线，它没有被实打实的跌破，对吧？它就一直涨嘛。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参考标准。那你后续对吧？英伟达它还有黄 K 向上的话，那我们的一个参考标准还是一样的，跌破的话你就出来。那或者你还能做一些这个日内的一个这个波段操作的话，蓝 K 你就再买，或者白 K， 黄 K 你跌破了就出来，这样的一个波段操作所以英伟达呢，就是现在呢我们就是比较细节的去逐日的去分析了那么就是给到英伟达所以说呢咱们只要看高点压力了，这个位置是148这个地方呢是153这个153这个位置。所以说这个地方，如果说你说你也没有黄 K 对吧？你也没有蓝 K 的一个参考，那这个只有 Lucy 能看到，但是呢，你又希望说这个 Lucy 能日更，那我们也有这个粉丝朋友呢在视频下方留言问我的一个这个更新节奏。那么我跟大家说一下Lucy 的订阅粉丝呢，其实呢，咱们是有一些福利的首先呢，先介绍一下我的一个这个美股行情的一个这个播报。现在呢是从5月20号开始的，那么现在到6月10号了，对吧？那我们这边 Lucy 给到咱们的一个订阅粉丝呢，体验时间是30天也就1个月。所以呢，这个咱们这个大概是到6月底的话呢，咱们第一批的一个订阅的一个粉丝的话呢，就是这个时间就到了。那如果你是我的一个这个铁粉或者说你是我们的内部财生呢，那没关系，你可以一直看。那如果是铁粉的话呢 ，Lucy 这边再给大家加30天如果你是铁粉的话，所以呢，这个是你得到的咱们的粉丝的第一重福利第二重福利呢，如果你是第一次刷到 Lucy 的视频那咱们作为见面礼新朋友，你可以立即解锁 Lucy 的美股洞察。那么这个美股洞察呢，其实是我们财生内部的一个课程，因为 Lucy 会讲到很多我们的这个用到的一些这个技巧包括还有这个期权呢，包括上一周我提到的一个谷歌的一个机会那也是本周出现了一个这个拉升。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肯定是用到了很多一些这个我的技术分析精准的走势拆解，还有其他的一些我们的一个指标的一个机会。所以呢，你想学习的朋友甚至是想这个跟 Lucy 偷师想要知道明天的行情会怎么办你就现在抓紧时间去找这个咱们的视频下方的那个置顶链接去找 Lucy 的这个助教老师获取这样的一个课程的链接，我们的一个盘前的一个内容那么另外呢，咱们有对期权这个感兴趣的朋友，你在 Lucy 的一个这个主页的一个下方，你是能看得到有一个期权实战技巧的。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Lucy 每周会更新一条视频。那么前面这两个呢是一个看涨的，也就是露露粉露露粉是可以看到的。那很多这个咱们的露露粉可能反馈说，那为什么我的一个看跌期权呢看不到因为这边呢 Lucy 是给做了一个划分，因为看跌呢其实也不是每一位投资者都能接受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会给到超级露露粉大家要做好这样的一个这个区分这是我们的一个这个平台会员的一个这个福利。所以说现在机会有限，手慢无，你要是马上订阅的话，知识财富马上到账这都是一系列的一个课程。我也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在昨天的一个视频里面，那我也讲过对吧？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内部视频，如果说你刚好赶上了这一周的一个这个美股洞察的课程，那你就知道了，这个一看就是特斯拉的嘛特斯拉的一个这个机会。那咱们有做波段的，或者是做中长期的，那你抓住了特斯拉这一波下跌对吧？波段你就做到了。所以呢，咱们第一次你要是加了助理的一个这个联系方式，你可以给他发送一个呢，咱们是有一个口令的咱们的口令呢就是礼物，你给他发送礼物2个字，你这1、2这个都可以领到。那么这个是给到粉丝朋友的。那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 PLTR 这张图表呢，是 PLTR 的一个日线走势图。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的 PLTR 它现在出现了一个这个在高位震荡的一个走势。那么我们呢之前视频呢也去给大家分析过它的一个这个走势图现在呢就是说我的一个观点呢，就是从近期的一个 MACD 的一个下降过程中呢，我们是这个去分析了它的一个顶背离。那我们知道从技术分析的一个顶背离去看的话， PLTR 的话它现在呢是一个资金流出的一个这个走势所以说机构资金的话，在这个地方我们去看它的一个成本区域呢，现在就有变小了，而且呢基本上集中在近这个1个多月、2个月的一个这个区间。所以呢，我们再从技术分析呢，这里也能看得到，我们财生朋友呢就一下子就能看出来，这个位置是我们之前讲过的一个三阳小顶。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它如果说不能反包掉135块2毛8这个位置，那它就会出现下跌的话，那其实就是坐实了
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的一个筹码呢，基本上是一个散户的一个这个行为，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啊，今天呢正常情况的话是会出现一个回调的。但是 PLTR 呢，它其实呢大家都知道啊，它股票的一个属性，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可能会有一些什么短期的一些资金啊去博它的一个差价。那么在这个地方，大家也要啊去关注它的一个股价。如果说它在这个地方出现了反包的阳线，那我们从技术分析上呢，它是创了新高的。那它而且呢是高出了这一个筹码的一个成本区域的话，那说明短期资金呢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来的短期的一个机构啊，去做它的一个股价的话，它有可能会去拉升，但是它的时间不会持续太长。所以呢，我这个位置啊也会跟大家去提醒一下，就是它可能会拉升，但是持续的时间不会太长。这个是对 PLTR 的一个分析。那因为我们的一个判断方法是怎么样？它在这个地方是酝酿了三才童子，虽然说没有出现那个字，也没有出现资金的一个流出的那个红色的柱体，那这个就是我们要接下来去看的啊，它能不能再起一波？那如果说在这个位置它一直上面飘，股价还没有出现大幅拉升的话，那 PLTR 在这个地方的一个参与的一个性价比就不高了啊，这是对 PLTR 的一个分析。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 MSTR， 那近期呢大家对这个 MSTR 的走势呢可能会这个比较关注，因为它在这个地方啊出现过回调呢之后再出现了拉升，而且呢这一轮的这个W 啊走势还是比较有质量的，而且它现在呢就是又来到了一个缺口的一个位置。其实我们的一个参考标准呢，当时我也给大家画了，是397块2毛8。那在这个地方啊，我们抄底呢抄到的第一波就是这个回调，对吧？因为它有蓝 K 啊，非常明显呢，那我们为什么没去抄这一波啊？那就是说，之前 Lucy 有说，你这一波的话，你的一个这个空间大概8%，但是它在缺口这个位置它没上去啊，而且呢，它是颈线位的一个压力共振。好，那我们现在再去看，它现在又来到了390啊，390这个附近，那它这一次它能不能突破呀？那我们就需要分析了，它现在已经出黄 K 了，对不对？那黄 K 呢，就是我们要去敏感的，它这个地方对吧？能否是这样的一个黄 K 上行？那它现在被这个颈线位和这个缺口压住了。那除非是什么，它的黄 K 是这样的一个冲击向上，那我会认为它又站上了397这个支撑位，不然的话，这个地方如果说它在掉头向下呢，那又会怎么办呢？所以在这个地方啊，我们还是要去看，不急于呢 MSTR 的一个抄底。那如果说你想参与它的一个这个 MSTR 的一个上升的话，那你在这个地方它只要是突破了这个缺口，你再去参与，或者是它站上了397就可以了。那这个是 MSTR。那我们去看的这个位置呢，确实是有资金的一个参与。那上面被套的资金呢，也就是近在咫尺，大概430左右。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其实它很容易就被解套了。那如果说这个配合着 MACD 的一个金叉上行啊，或者说它这个股价的一个上行，那就是你参与的点。那这个就是 MSTR 呢，Lucy 给到的一个这个参与的确定性比较高的一个方式。啊，这个是 MSTR。当然呢，我们的一个三才童子的话，现在经过一轮的一个调整的话，它现在是在一个加速区，还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个走势。那说不定啊，这个位置三才童子走了的资金又回来了，对吧？那我们的一个参考标准就是它这金叉，对吧？它再站上这一个线就可以了啊。这个就是Lucy 的分析。我们来看一下啊，这张图表呢是 HIMS 啊，是咱们粉丝留言的一个股票。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啊 ，Lucy 之前啊，我们的一个财生朋友啊，有问过这样的一个这个股票的一个分析。当时呢，我们是依照了一个聚宝盆，还有一个三才童子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去参考的。那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呢，我们当时是在这个位置啊，大家就已经发现了这只股票。那么它的这一波拉升是非常有质量的。但是当时我给出了3个压力位啊，第一个呢是45块09这个位置呢，它是很容易啊过掉了。那么第二个压力位呢，它是冲高回踩了一下，然后也被过掉了，就是53块5毛1。所以呢，这2条线现在呢也是给我们做个参考是什么？它的回踩。然后最高的一个这个压力位呢是66块4毛1啊，这个条线呢是我在之前的视频里面啊，或者说这个内部的直播啊里面去给大家画的。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啊，我给大家看一下，所以它每一个节点其实是踩的比较准。现在呢，它的一个过程呢，就是在53块5毛1的一个这个空间到66块4毛1这个位置呢去震荡运行。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其实我们通过筹码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个位置是短期资金，下面基本上啊机构都走没了。如果说你持有这样的一个股票，那你的成本呢区域呢是在这个位置的话，那你现在呢可能还会有一点点这个机会是什么呢？就是它回踩这个位置不破的话上行，那你就还有机会啊。你在这个位置，如果说看到了啊3根这个蓝色的 K 线，那么这个是什么？机构资金抄底，那你可能会做到这一波，但是后面现在没有出现蓝色的线，那可能需要去这个分析一下。如果说啊破掉了这一个成本区域的话，破掉了这个机构成本的话，那这个有可能是散户追进来的，破掉这个位置，那你就可能要出局了啊，出局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去看一下它的53块5毛1到66块4毛1的一个区间，那么这个是咱们粉丝需要分析的。咱们今天的分析就到这儿，我们下期见喽，拜拜。